浴缸真成精了！将军，这是神明赐给您的。谢谢将军，谢谢神明。米饭是白米饭，老身3年没闻过这个味道了。别急别急，都有份儿的，神明赐的。谁家没饿死人？就你急，排队去！你说什么？将军有令，每人1份，老人孩子优先。再闹事，这顿饭就没你的份儿了。这肉，这米饭，我儿子要是能撑到今天就好了，就差3天。3天呐！将军，城门口那边出了点乱子，已经平息了。不过刚才分发的食物勉强够城门口的百姓每人1口，但还有大半百姓没领到。大人，把军营里剩下的那些马肉也送到市州底去。将军，马肉只剩不到3天的量了，那是全军锦瑟的口粮。您分是。心软的神明啊，请再赐一些吧。你救的不是我，是老人，是孩子，是城中的万千百姓啊！顾川，去书房把纸笔拿来，再拿一个火折子。将军要纸笔做什么？写下来，烧给神明。将军，咱这是不是有点像民间给灶王爷烧纸？灶王爷管的是灶，这位管的是命。镇关城绝粮断水，百姓饿殍遍野，其神明在施恩典，赐粮赐水。镇关守将秦北亨叩首，求神光醒灵。有反应了？什么鬼啊！我真服了！什么玩意儿？指挥？你到底是何方妖孽？别往我家吐垃圾，很难清理的。这是纸，烧过的纸。喂，你好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桥月下，谁在弹唱？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，那雨已先下。我脑子也是有病，居然期待一个浴缸会回信。来者何人？不要乱扔垃圾。莫非是烧纸的灰烬传到了神明那边？将军，神明献领了，但是貌似神明不高兴了。末将秦北亨，大梁镇关守将，不知神谕不收灰烬，多有冒犯，罪该万死。镇关绝粮断水已久，10万军民宁悬一线，求神明降下物资，救城中百姓于垂死。似水中月，轻倚着金烛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宫桥月下，谁在弹唱？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。什么东西？末将秦北亨，大梁镇关守将。镇关，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？10万军民宁悬一线，求神明降下食物。神明，我吗？你好，我叫林婉堂，不是神明。告诉我你们缺什么，我尽量。
浮上来了。你好，我叫林婉棠，不是神明。告诉我缺什么，我尽量。将军，神明的名字是林婉棠。神明真谦虚啊。镇关城最缺水，其次是粮。城中紧枯半年，将士饮马尿度日，10万军民每日以树皮草根充饥。若能得水和粮，城中百姓便可活命。将军，您觉得他会帮咱们吗？会，我相信神明一定会心软的。镇关城最缺水，其次是粮。城中紧枯半年，将士饮马尿度日，10万军民每日以树皮草根充饥。不行，我必须帮助他们。只有8000多，工资还有2周才发。算了，还有那么多人等着活命呢。行吧，8800，救人要紧。矿泉水最便宜的这个来100箱，压缩饼干这个耐放也来100箱，够他们顶一阵子了。火腿肠2箱，不，100箱，就当我请他们吃顿肉。食用盐1袋2块钱，先来300袋。盐不值钱，但能救命。8000，林婉棠，你这是在自己都没活明白的时候开始养一支军队了。8000块，够我吃1年外卖了。水马上到，粮也买了，够应急的。将军，粮食撑不下去了，今早熬的粥，一锅水里捞不出几粒米，再这样下去，别说百姓，连守城的弟兄们也顶不住了。还能撑多久？最多2天。神明大人，是不是把我们忘了？咱们是不是哪里冒犯了神明大人？再等等。可是他说了会来，等着。娘，我饿，睡一会儿，睡着就不饿了。老天爷，你倒是下点雨啊！将军，已经3天了，神明大人是不是真的不来了？神明答应你，他说会送粮，就一定会送。天上，快看！神明大人没有忘记我们。是水，是真的水。神明大人显灵了，我等有救了！谢谢你，神明大人。神明大人在上，今日仙粮下凡，拯救满城百姓于水火，北韩无以为报，唯有这些钱财可送。凡尘俗物难及神明恩情之万一，唯愿大人莫要嫌弃，护我大梁城民。昨天买物资花了8000，剩下的这800撑不了多久。我靠，真的，这么多珠宝和黄金，养！别说10万了，20万我都养得起。等着，明天就给你们送水送粮。秦北恒，大梁镇关守将，16岁从军，20岁封1品镇关将军，死守孤城，以身殉国，年仅25岁。大梁国只存在了50年，但这位将军的名字值得我们记住。大梁国金条玉佩，真品，有兴趣私聊。姑娘，这东西你从哪儿弄的？
我是博雅拍卖行的首席鉴定师。你照片里那根金条上的铭文是大梁官库的印记，这东西如果是真品，是绝世孤品，方便拍个视频给我看看吗？细节越近越好。姑娘，这是真品，而且不止一件，这是大梁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批官库金条，加上那几块玉佩，保守估价3个亿。3亿！我出4个亿现金，现在就转。你把东西送到我们拍卖行，或者我来取。你在哪个城市？全款卖，全额转账，款到发货。3个0，6个0，8个0，4个亿！我有4个亿了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喂，王老板吗？你仓库里所有的米、面油、压缩饼干、矿泉水全给我留着。赵总吗？帮我租城郊那个仓库，最大的那个，租1年，再帮我调10辆货车，对，今天就要。所有的蔬菜瓜果有多少要多少，我全包了，6毛钱1斤。姑娘，真的吗？我这可是有20万斤西瓜呀！真的，马上结账搬货，还有那边的白菜、土豆、玉米，全部包圆。我这有5000斤白菜和3000斤土豆，全给你。好，全部送到我城郊的仓库，快！大米放左边，面粉放右边，衣服鞋子靠墙码，药品放浴缸旁边。矿泉水50箱，压缩饼干30箱，挂面50袋，火腿肠10箱，盐100袋，那是昨天的量。今天大米50吨，面粉30吨，食用油2吨，棉衣5000套，胶鞋5000双，急救包1000个。别问花了多少钱，问就是姐现在有钱。秦北恒，我给你的这些东西，够你打到漠北王庭了吧？物资已发。啊！将军，那是馒头，是肉，真的有肉！多谢神仙，多谢神仙救命之恩！傅伯，你也吃一个。老奴活了60多年，从没吃过这么白、这么软的馒头。把食物全部运到军营，按人头分发，每人2个馒头，1个包子，老人和孩子优先。末将得令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吃不上白米饭了。宝宝，你有救了，我们多多有救了。大家看，白面馒头，将军府明明有粮，却私藏起来不给我们吃。他们想让我们饿死，自己躲在将军府里吃香喝辣。还给我，那是我孩子的救命粮。弟兄们，抢啊！抢到了就能活命。将军府不给咱们活路，咱们自己抢出一条活路来。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！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你不是流民，蛮族奸细，趁乱煽动，抢夺军粮，屠戮百姓，押入死牢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带孩子去棚里吃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抢了。谢谢将军，谢谢将军。不好，这又被发现了，快去禀告大王，将军府有大量物资。将军，清点完毕了，大米20万斤，面粉25000斤啊！我的天，以前朝廷发的军粮全都是掺着沙子的陈谷米，现在我们吃的比京城里的皇族还要好啊！将军，按照每人每天半斤大米的标准，这够全军2万弟兄吃整整21天。如果1顿米饭1顿粥，能吃整整1个月。21天，够了。
还我军令，全城征兵。凡参军者，每月发4斤大米、1斤面粉、2斤蔬菜。末将领命，加派3倍人手巡逻城墙，宁可错杀，绝不可放过一个奸细。大王，镇关城有粮了。将军府后院的枯井不知为何突然喷出大量食物，馒头、包子、大米、面粉堆成小山。马六小山东饥民抢粮，被秦北横当场拿下。枯井里喷出食物，你亲眼所见？小的躲在人群里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口井像是有神助凭空变出吃的。大王，此事不管是神是妖，对咱们都不是好事。秦北行有了粮，军心民心就稳了。咱们围了半年，功亏一篑。依你之见，趁他们还没把粮食分完，今夜偷袭将军府，抢走物资，烧了那口井，没了粮，没了井，秦北行就是瓮中之鳖。今夜子时，翻城墙入城，直取将军府。记住，除了粮，把秦北衡的人头也给本汗带回来。将军，您去歇着吧，末将在这儿守着就行。今晚不对，太安静了。有刺客鸣锣示警！顾川，不好，街上有毒，快去叫军医！青天上元，派人守着禁。顾将军，这是北禳特有的黑蛊毒，老朽翻遍医书，只见过1次记载。没有解药的话，将军他最多撑3天。3天！毒攻心脉，3天是极限。神明大人，将圈中了毒箭，命在旦夕，恳求神明降下神药。命在旦夕，中毒箭。周先生，我有个急事，你认识的人多，能不能帮我联系到能最快速度出医药器械的供应商？要止血药、抗生素、破伤风针、解毒剂，能买到的全要。喂，老张，是我。你家公司仓库晚上有人值班吗？我现在就要一批急救药品，品类我发你微信。月亮花，千古佳话，春水中月，情意人尽烛繁华。竹篱笆，木毘宫桥月下。神药来了，神明大人赐的神药。这是何物？这针头比老夫的银针还细，这纱布，神仙之物，神仙之物啊！将军有救了，将军有救了！请守住了吗？守住了，将军。将军，伤口还需换药，这些天千万不能下床走动。您这条命是神明大人救的。纸笔拿来，我得给神明大人回信。毒已解，蛮族兵临城下，听说城中兵器见底，恳请神明大人赐些兵器。秦某定当死战退敌，不负救命之恩。天灾我管不了，人祸我还真管定了。喂，韩老板是吗？我想买点装备，半个小时后到你厂里，有时间吗？好的，随时都有。这把纯钢刀，质量包您满意，
我要盔甲，能真防砍的，别拿塑料糊弄我。瞧您说的，怎么样？我们家的盔甲那都是按照古代军用标准做的。用你家这把开刃的唐马刀砍一下我看看。唐马刀那可是重兵器，会砍肺的。我要上万副。护胸甲上竟然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痕。这个，你仓库里有多少现货？实不相瞒，这东西造价太高，现货只有1000副，压了整整5年都没卖出去。1000副我全要了，另外再给我加急制作3万副，我给你5000块钱一副，今晚就必须开始发货。还有这开刃的唐马刀，有多少现货？5000把全都是开过刃的，80块钱一把，全要了。再给我来一把秦弩，10万支箭。成交！我马上安排所有人手装车，今晚我亲自跟车给您送过去。算上定金和追加的订单，一共3000万，现在就签合同。我这辈子花的最大一笔钱，居然是给2000年前的古人买装备。但我爸说过，钱花在刀刃上就不算浪费。10万条人命，值。传过去吧，让他们活着。好刀，金刚打造，比我们大梁最好的铁剑还要锋利10倍。有了此刀，蛮族骑兵何足惧寒。将军，属下打造兵器半辈子，从未见过如此坚韧锋利的长刀。咱们自己用煤炭炼的金刚，跟这神兵比起来，简直差远了。将军，求神明多赐秦弩。我等愿献上全部家财。好，这就向神明献宝。将军，这是神明送来的神衣，如此轻便，既无铁甲之重，又无皮甲之脆。抽刀，砍他！我的天，刀枪不入，这神衣能防刀砍箭射，有此神物，弟兄们的伤亡能减少1大半啊！传我军令，全军做好战斗准备。明日关闭4门，3日后与蛮族10万大军决一死战。将军，斥候来报，赫烈亲率10万大军已经离我镇关城不到50里了。蛮族先锋骑兵明日午时就能抵达城下。将军，没有救援，徐怀将军的10万人马离我们数百里，根本指望不上。蛮族一旦得知城内有粮，定会拼尽全族疯狂攻城。咱们只有2万残兵，这守得住吗？以前我们缺粮缺水，只能挨打，现在有神灵帮助，该让蛮族尝尝我们的厉害了。快，中计了！城里守军都在东门换防，西门空虚。
不好，有诈！撤！关门，打狗。什么？刀枪不入？这不可能！1000精锐先锋，不到半个时辰全部折损。秦北恒哪来的兵器？他们哪来的粮食？大王，细作回报，城内不仅粮草充足，士兵的甲胄更是坚硬异常，咱们的重兵器根本无法破防。混账！传我军令！10万大军工程车云梯全推上去，把他们所有的都全压着，去踏平镇关，势在必得。潘老板，这50吨兵毡我全要了。姑娘，大热天要这么多兵干嘛？都化了。别管我干嘛，全打成拳头大的碎冰渣。1小时内送城郊仓库，双倍运费。将军，蛮族主力到了，这太阳太毒了，弟兄们重甲在身，撑不了多久。来了。天法是天法，6月天将大兵保啊！临阵退缩者，军法处置。镇关城内粮草充盈便是大胜，随我冲锋！500步，400步，放箭！这是什么弩？怎么可能射得这么远？全军听令，开城门，随本将冲锋！不要乱！他们只有2万人。将军，兄弟们穿着神衣，根本不怕他们的兵器。麻子的战线已经开始松动了。顾川，带人护住侧翼，那个拿重锤的交给我。秦北恒，拿命来！这不可能！这大梁大刀是什么玄铁打造的？这是神明的惩罚。副将已死，敌军败了。风吹沙，月莲花，千古佳话。似水中月，情迷着镜中花。史书上写着，大梁镇关之战，秦北恒夜袭大捷后，急于追击，被引至东门。蛮王伏兵5万出峡谷，镇关破，北恒战死，时年25。不好，秦北恒有难了。既然我来了，历史就必须改变。秦北恒，你不能死在东门。船，全部给我过去！将军，这黑色的铁鸟是什么？它怎么还会发光？
舞道旁，我日月来一线下，天地庄稼，收获了一茬又一茬。而我们何时发芽？别慌，这是神明的法器。秦北恒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能听到就按下你手边那个黑色方块上的按钮，快！神明，是你在说话吗？本将听到了。听着，我通过天眼看到，蛮王现在在前方的溃败是假的，他在东门外的乱石峡谷里了整整5万精锐铁骑，就等你们出城追击，然后抄你们的后路。看你面前的那个发光屏幕，上面那些就是埋伏在峡谷里的蛮族骑兵。神明，这铁鸟里能看到东门，可是东门离这里有10里路啊！果然有伏兵，层层大军连绵数里，若非神明提点，本将今晚带兵追击，必死无疑。将军，蛮王好狠的毒计啊！神明真是救了我们全军的命啊！既然知道了他们的埋伏，本将今晚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作茧自缚。你看着，本将绝不会死。秦北恒以为胜了本王的前锋就天下无敌了，等他的主力冲出东门，本王生撕了他。副将大人，神明赐予的这仙油味道真刺鼻，真的有那么大威力吗？闭嘴！神明赐予的东西，岂是你能质疑的？一会儿听我口令，把这些铁桶全部顺着山坡滚下去，只要摔碎了油流出来，就立刻点火。这是什么味儿？大梁人怎么还没来？给老子倒油，放火！不好，有埋伏！快撤，撤出去！尝尝神明的怒火吧！救我！快救本王！撤！跑啊！你们不是很能打吗？在神明的火焰面前，全是灰烬。弟兄们，封锁出口，一个都别放过！林小姐，您这手笔也太吓人了，1个亿啊！您居然在1天之内把1个亿全部花光了！少废话，货都兑齐了吗？50万盒高能军用午餐肉罐头，20万包压缩饼干，还有您特别交代的3台工业级大功率柴油抽水机加500桶配套柴油，全部到货。镇关的古井快干了，有了这几台大功率超水机，秦北轩就能直接抽取地下100米深处的活水，那座城就永远不会缺水了。最后一次大清仓，秦北轩收获！将军，大捷！东门乱石谷大火烧了整整1夜，5万蛮族精锐无一幸援，全部葬身火海。蛮王被烧断了1条胳膊，带着不到几百残兵狼狈退回大漠去了。我们赢了，镇关保住了。将军，这又是神明赐予的无上神兵啊！这上面的字写着“大功率自吸泵”。
有肉吃，有鲜泉喝，我们再也不用挨饿了。镇关有救了，大梁有救了。太好了，赢了！时空扰动，历史轨迹已偏离，历史真的改了。喂，你那边打赢了，是不是该报个平安？大捷，蛮王断臂逃回漠北，城中百姓得救。你在那边可好？还会关心人了，收到了，我很好。你那边伤亡怎么样？伤者用了你送的药，大多已无碍。阵亡将士已按军礼安葬，你不必挂心。另外，你上次传送物资之后笔迹潦草，是否身体不适？管得还挺宽。半年来没有任何补给车队开往镇北关。皇帝在半年前下令断绝镇北关粮草，同月派人联系蛮王，约定攻城内应。等秦北恒战死，蛮族南下，朝廷再出兵消灭蛮族，既除功臣又收人心。这算盘打得真响。秦北恒，朝廷从没给你们派过援军，皇帝和蛮族有密约，要借蛮族的手杀你，小心京城。人心比蛮族可怕多了。皇帝要我死，这狗皇帝！不只要我死，是要秦家满门，要2万将士，要镇北关10万百姓，全给蛮族当陪葬。顾川，派人去京城查太子赵景嫣的底细，我要知道，除了皇帝，还有谁能担得起大梁的江山？将军，您是打算？大梁可以换一个皇帝，但不能没有镇北关。将军，京城密报。皇帝2个月前突然病重，已不能理政，朝中大权落在宰相手里，太子被软禁。宰相是皇帝的心腹，肯定知道与蛮族的密约。哼，太子赵景嫣3次上书请求支援边关，3次被压下。这大梁的皇子，总算有一个明白人。传令，留5000人守镇北关，其余15000人
随我南下。南下？蛮族已经退了，现在该去京城，跟宰相和皇帝算账了。不是造反，是清君侧，扶太子，请皇上退位。末将愿随将军。开城门。如何？宫中眼线已全部换成我们的人。宰相今夜宿在宫里，说是陪陛下议事，实则是在拟旨，明日早朝就要宣布废太子。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个去请了。这庭院四周的禁军何时更换的？怎么这么陌生？没有一张脸是我认识的。王相，别来无恙。秦北衡，你不在镇北关守城，擅自带兵入京，是要造反吗？造反！本将奉太子之命进京述职，倒是王相半夜拟旨，是要废掉谁？太子赵景先勾结边将，图谋不轨，即日废为庶人。王相，这道旨明天早朝，本将替你宣读。拿下！秦北衡，本官是当朝首辅，你一个边关守将，凭什么拿我？凭你勾结蛮族，凭你陷害忠良，凭你克扣边关军饷5年，夜肆毛大，饿死我数万将士，够吗？陛下，5年前你御驾亲征，被蛮族围在断肠谷，是本将率800骑兵杀穿蛮族大营，把你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。这是当年您赐给我的忠勇双全玉佩。当时你说，秦家世代忠良，大梁不负秦家。5年后，你听信宰相谗言，克扣边关军饷，断了镇北关的粮道。你要我们死？这也是不得已。蛮族势大，若不议和，大梁就亡了。不得已？你所谓的议和，就是拿镇北关2万将士的命，去换你苟延残喘的5年。你的人都已被我们收买，宰相王崇安殿外被捕，禁军统领韩越你还记得吗？
当年断肠谷他替你挡了3箭，事后却被你贬去守城门。你的总管户部尚书早已投靠东宫，寝宫侍卫也刚换成了我的人。陛下，你没有翻盘的棋子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明日早朝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下罪己诏，承认勾结蛮族陷害忠良，然后退位。朕若不肯呢？那这道废太子的旨，明天会在朝堂上公众宣读，然后由太子以谋逆之名，将你和王重安一并拿下，结果一样。下罪己诏，体面养老，否则史书必记你丧权辱国。传旨，明日早朝，朕有话说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虹桥月下，谁在弹唱？思念远方情话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飞花开尽不要怕。我与你写下，天地庄稼，收获了一茬又一茬，而我们何时发芽？那最后朕承祖宗大业，20年来无德无能，致使边关将士断粮，忠良蒙冤。今下诏罪己，退位让贤。太子赵景彦仁孝贤明，即日即位。先皇受奸人误导，镇北关将士身陷绝境，数万英烈战死沙场。本宫即位后，即刻下旨为将士昭雪，追封阵亡将领，安抚遗孤。冤枉！陛下，老臣冤枉！老臣辅佐先帝30载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秦北恒，你一个边关武夫，凭什么污蔑当朝首辅？诸位同僚，你们倒是说话呀！他秦北岩带兵入京，兵谏逼宫，这才是谋反！我王重安一辈子忠心耿耿，先帝尸骨未寒，你们就看着我被奸人所害吧！这些是你写给蛮族的亲笔粮草储备，你详细写了我军布防换防时间。黑凤是你写的，镇北关断水可一战而克，你喊什么冤枉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是秦北恒伪造的。陛下英明，秦将军，镇北关的将士是大梁的脊梁。从今往后，朝廷绝不亏待边关，任何克扣边关军饷者，以通敌论处。将军，京城来的信使说，朝廷给我们的军饷和粮草已经起运，陛下要在京城给你建侯府，你要回去吗？我的位置一直在这里，以前是守城，以后是守这片疆土。顾川，今晚替我给那口井里放点东西。他之前说手机屏幕碎了，让我多送几块金条过去。是，这次末将拿个麻袋带。将军，您真的要走？太子已经坐稳了皇位，蛮族元气大伤，
几年内无力难返。镇北关有你守着，我放心。可是那边是什么样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啊。我想去他那边看看。你还会回来吗？不知道。林姑娘，你在吗？月莲花，千古佳话，似水中月，静谧着金在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月下，谁在弹唱？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，我与月来闲暇。鸟语秋千，我想见你。我哭诉青梅等不吗？求菩萨保佑我俩。天，隔着2000多年呢。我问过这口井，他说通道已经稳定了，人可以过去。1年前我不敢提，大战未地，我不能丢下将士。现在新皇已立，边关稳固，我可以走了。你过来的时候小心点儿，别又把灰弄得到处都是。顾川，保重。将军，保重！千古佳话，似水中月，静琵琶红桥月上，谁在弹唱？思念远方牵挂。恭送将军。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，我与月来闲暇。天地庄稼，收获了一茬又一茬。这次通道里的水比上次多。你怎么连盔甲都不穿？万一卡在半路上怎么办？盔甲太重了，怕你抱不动。快出来，我煮了泡面。你上次不是问我红烧牛肉面是什么？今晚让你尝尝。我身上都是水。擦干了出来，以后慢慢学。这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教你。好。这个黑盒子里面关了多少人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没关人，这是电视机，里面的人都是提前录好的。录？就像画画一样，把人的影像画在……算了，以后慢慢解释。此物叫手机，上次你说打电话就是用这个。上次你说你一个人守着一栋空房子，以后我陪你守。你这人还挺会说的。这是何物？坦克，现在不打仗了，别紧张，也打，但离我们很远。你以后不用打仗了。不用打仗了。在想什么？在想顾川，在想镇北关的弟兄们。
我知道，只是活了21年都在打仗，忽然不用打了，不知道手该放哪儿。放这儿。你不是说想学怎么用手机，怎么坐地铁吗？明天开始，一样一样教你。好。可还是放不下，对你的爱，爱过几个放下。